仅次于中国和美国，俄罗斯已经成为世界上第3个掌握动能拦截技术的国家。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近日，俄罗斯向自己的一颗废弃的卫星发射了一枚反卫星导弹，在将其炸成碎片的同时，也在近地轨道上产生了1500多块可追踪的太空垃圾，而不可追踪的小垃圾则不计其数。由于俄罗斯的这次试验没有提前通报给相关国家，当时呢正在地球轨道上运行的国际空间站有7名宇航员，包括俄罗斯的2名宇航员，就遭遇到了危险。他们在凌晨2点左右的时候，被紧急的从睡梦中叫醒，以关闭空间站所有的镜像舱段的气闸。宇航员们呢，还不得不穿上了太空服，进入停靠在空间上的龙飞船和联盟号飞船，以躲避潜在的撞击风险。美方称，俄罗斯的这次反卫星实验没有提前报知给美军，从而对国际空间站和中国的空间站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其重点是呢，被击碎的这枚废弃卫星宇宙1048号，其轨道距离地面为487千米，而国际空间站和中国的空间站都在距离地面400千米的轨道上，这2个轨道挨得太近了。据推测呢，卫星被击中后所产生的这些碎片极有可能会对空间站构成威胁。那么俄罗斯在这次的试验中可以说它拦截的卫星高度是低轨道卫星，而不是中轨道卫星。如果它拦截中轨道卫星或者更高轨道卫星，可能不会出现这样的险情，说明它的拦截导弹射程射高还是相对有限的。但是这不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关注的重点其实2个，一个就是安全性，你造成的这些碎片对空中飞行的各种各样的航天器会构成什么样的危险。第2点就是它使用的导弹的弹头是用了什么样的技术。一般的媒体认为它这次试验的努多尔导弹的弹头具备动能杀伤能力。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俄罗斯成为继中国和美国之后世界上第3个掌握了这一技术的国家。那么什么是动能拦截技术呢？我们知道过去的空对空导弹、地对空导弹，它们拦截空中的目标往往采用的是碎片杀伤的技术。那么导弹靠近目标之后引信触发，最后战斗会爆炸。为了能够扩大杀伤面，它往往呢用导弹的碎片或者一些急速的定向装置对敌方的空中目标进行杀伤。那么打飞机这样的技术应该说是没问题的。你像俄罗斯的 S-300、S-400、S-500， 他们的弹头战斗部基本上用的都是这样的技术。但是这样的技术对付来袭的导弹弹头和空间的卫星，恐怕威力就比较小了。如果你在载入的敌方导弹弹头附近爆炸这么一个弹头部，由于载入导弹的弹头体积非常小，远远低于一般的战斗机或直升机，因此拦截弹头爆炸之后产生的碎片很可能根本就打不到弹头身上。那么即使是打到弹头身上，由于这些弹片的体积重量比较小，也可能呢无法发挥作用。那么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一个弹头直接利用它的重量、速度所产生的动能，对敌方的目标呢进行拦截，双方高速撞击，那么就能保证摧毁。这项技术相当的复杂，关键是它的这个弹头战斗部要有高精确度的导引装置，并且呢还有姿态调整的发动机，能够在某一个空域和敌方的目标，包括卫星、导弹进行精确的遭遇。如果双方的误差是1米，甚至是半米，甚至是几厘米，恐怕你要用动能撞击的方法来拦截它都很难。它的误差的精度必须达到0，才能起到拦截的作用。你差个几厘米，双方擦肩而过，恐怕你这次拦截发射呢就是失败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拦截弹头，应该说集合了大量的高科技的技术才有可能实现。比如说它的红外导引头要有，探测精度也比较高，同时呢它这些调磁发动机调整精度也要比较高，导引的技术应该说离不开各方面的高技术装置和算法的匹配，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动能拦截。
过去俄罗斯在这方面技术水平和中国、美国有一定差距，因此它往往只能采用弹片杀伤这种方式拦截空中的目标。那么低速目标这种方式拦截可能效果比较好，但是高速的载入弹头这样的目标，它恐怕就很难实现一次精确拦截了。那么这次俄罗斯的试验，可以说如果媒体猜测是属实的话，那么它就变成了世界上第3个独立掌握这项技术的国家，因而完全能够通过地面发射的远程弹道导弹，将这些动能杀伤弹头送到近地轨道，对敌方的弹道导弹实施中距拦截，对天上的卫星进行精确打击。那么具体情况是不是这样？目前呢，仅仅是一个猜测。那么从俄罗斯目前的技术水平发展情况看，它有可能突破了该技术，从而为它今后反导系统的发展奠定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如果世界媒体的猜测属实，俄罗斯终于掌握了动能拦截技术，那么相比于中国和美国，它晚了10几、20几年，应该说经过努力，它现在已经追上来了。但是这项技术要成熟，恐怕还要过若干年才有可能投入实战。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